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但是其实是同一个人，等于说是递进的关系啊。他的情感世界是相对单一的。像这个人物，就是我觉得他的魅力就在于，你帮过我一下，我将用我的一辈子来还给你。我是想让大家更多的感受到他的能量，内心的能量，而不只是他的那种清冷。好，那我们开始了。我跟你说过很多遍了，人心狡诈，这回长记性了吧？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在《长相思》里面饰演相柳和防风背这两个角色吧。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角色，但是其实是同一个人，又好像一人分饰的两角，但其实又没有。是我演的相柳，相柳演的防风背。相柳呢是一个很清冷的九头蛇妖，防风背呢是一个很放荡不羁的世家公子。这两个身份反差还挺大的。是的，是的。防风背其实是相柳的一个化身吧，一个当年他救过的一个真实的防风背，然后借着防风背的身份，又在这个世界上又存活了很多年，去完成了防风背的很多生前的夙愿吧。相柳呢是一个他没有感受过人情冷暖的这么一个妖怪，平常比较很厉，所以有了防风背这个身份以后，他开始知道了原来是有母爱这种东西的。地上梧桐相待老，天上渐渐民都飞。水中鸳鸯会双死，你的国记得了。你自己是如何理解相柳对小妖的情感态度？观众都解读的蛮好的，就是他对小妖的情感是无法言说的爱嘛，是隐忍，是克制的嘛。所以对于相柳来说，他知道他自己没有办法跟小妖在一起，而且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他作为一个妖，从小到大没有感受过爱，他没有被爱过，也没有爱过别人，他只感受过被打、被杀和杀人，所以他的情感世界是相对单一的。那他在碰到小妖的时候，他其实是在慢慢的学着去感受爱，就包括红江救了相柳，他会用他一辈子去还，所以小妖对他也是一样的。他的魅力就在于，你帮过我一下，我将用我的一辈子来还给你。怕什么？你亲我一下会比死更可怕。他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爱上小妖的？这个可以把这个问题交给观众吧，我说再多不如大家自己去把这个美好放在自己心里。到底相柳是什么时候对小妖产生情愫的？他是一个蛇呀，他一个冷血的蛇妖是如何被融化掉的？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蛮感人蛮浪漫的，就是从一个冷血的蛇妖被感化，被小六给感化的这一整个过程中，我觉得是小六的不简单以及相柳的不简单。你这样大小的正好够我一个头咬一口。这次和杨紫对手戏也特别多嘛，大家在对手戏过程中有什么碰撞吗？是我俩私下比较爱逗乐，所以在片场的时候我们俩是比较欢声笑语的那一挂的。然后其实我能感觉到他的这种工作强度在片场的时候其实是比我们要多的嘛，他可能戏份更多，更需要比我们更专注。但是他在片场他很欢乐，他很喜欢制造氛围，就有他在的地方就不会冷场啊，所以我觉得就是还挺佩服。他其实是那种外表很冰冷很毒，然后但是内心其实说实话是很脆弱的嘛。像这种反差感，作为演员来说是怎么去把握它呢？我觉得这个是对我来说前期最有挑战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要呈现相柳是书本里面呈现出来的样子，他是一个冰冷的、清冷的这么一个人，他是脸上可能不能有太多表情的这样的一个比较板正、比较不食人间烟火，或者说是比较油盐不进的这么一个冷血的将军啊。但是在这过程中，我必须要
把我看到他想象出来的样子，我脑海里面想象到的他的内心炙热，也要表达出来给观众看。如何在这么一副面具下，让大家透过这个面具看到他的内心，这个是我当时不停的在跟导演去探讨的一件事情。我说我不想演一个冰块，我不想演一个只会冷着脸的说话的人。我说如果这样的话，那我觉得我来演这个角色毫无意义。就在他面具之下，还要让大家感受到他的情绪。对，我是想让大家更多的感受到他的能量，内心的能量，而不只是他的那种清冷。我说清冷不等于冷酷吧，还是类似这种，就是他不是一块木头，对，他是一个无处无时无刻都在传递自己情感，只是他不懂得表达，就克制的表达，其实是可能是不懂。我觉得他是不知道自己该怎么样，我再怎么样才是我在表达爱。我觉得他是在学着做人吧，学着做人。对，简单的说啊，给我们分享一下当时杀青的时候的感受呢？就是觉得离他跟观众见面又近了一步，我还挺开心的，因为这个戏拍了很长时间，所以当时我还觉得挺开心的。就是虽然有不舍，但是呢，我觉得终于他又可以离观众更近一步，更期待让他和观众见面。对对对，我期待着他也跟我见面。他不是说一上来就是很完美的，都很过瘾，但是很虐。跟17呢是两个人很温情，跟相柳呢，我觉得更多的是两个人不敢说出口的一种。大家都有各自的立场，都是表面说我爱你，我爱你，但其实好像并没有人真正的说能为你放弃所有。好，那我们准备开始了，可以。以后谁家生不出娃，就来我回春堂找我们小六啊，保证大家药到病除，3年抱俩，一胎生7个。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次在《长相思》里面饰演的小妖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小妖她是一个从小就是没有受到过很好的保护，都是靠自己。然后她经历了痛苦折磨之后呢，她用男生的外表变成他的一个保护壳，然后但是他的内心其实我认为是很脆弱的。但是我觉得他很善良的一点就是他经历了这么多，当他遇到涂山璟的时候，他觉得涂山璟跟他的遭遇很相似，他有了悲悯之心，他还是一个善良的人，直到最后他又重新做回了王姬。所以我觉得小妖是一个很复杂很真实的一个角色。那你觉得这个角色和你以往饰演过的角色里面有没有什么比较反差和不一样的地方？她不是说一上来就是很完美的，而且她也不是一个单纯的小女孩，她是一上来她就已经经历过所有的磨难了。她其实是对人不信任的一个人，看到路边有乞丐，或者说她看到一些不公的事情，对她来说她最重要的是活着，少管闲事少操心，长命千岁乐逍遥。自己都已经遭受过无数次了，所以她不会说像一般的女主那种看到这个她有一个成长的过程，而不是她一上来其实已经是那样的一个状态了。那像这种角色，它打动人的点在哪呢？复杂，然后我觉得可演性很强，想要去把它展现出来。我是为什么会接这个角色，是因为我刚开始先看了剧本，我会发现我一口气先看到了10集，然后就不停地往下看，我很想知道他后面发生了什么故事。然后我觉得塑造这个角色真的特别的难，他太立体